好，大家现在可以观察一下，整个的第2遍已经完成了啊，这个效果。现在我们进行第3次啊，第3次。好，第3遍我们还是从这个头部开始啊，这个区域。现在是主要是把这些地方加深啊，不要再画那么大范围的丝毛了啊，这些局部的。啊，这条线啊，这条线刚才都再加深了。这个头顶这个区域啊是比较深的。我们上面也要往上画。这个地方。好，这个深度就可以了。现在把这个鼻子啊，鼻子这个嘴巴区域，我们再撕一下。把这个笔减弱啊，不要太湿了。我们这个地方用这种揉擦的方式啊，就比较淡的去摩擦。因为这个颜色要浅一些，所以把这颜色都去掉。这都是比较细小的技巧，很管用的。好，再压笔。我们现在把这个轮廓啊，这些啊还要加深。让它的造型更加的完善。
现在我们的身体的第3遍啊。所以说，这个带颜色的猫撕的时间就比较长一些，所以大家要稳住。其实你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说第1遍、第2遍撕完之后可以休息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时间比较从容一些，不要一直在上面画。比如说今天我画到第2层就可以休息了，然后明天接着画第3层这样练习，就保持一个视觉的这个新鲜感看这个地方还要加深。这个背上的毛都是交叉之后才有这种颗粒感出现，看到没有？白色的颗粒感，这种颗粒感的存在使你的画面的质感很好。
好，现在是尾巴部分。啊，这个是受光面啊，这个地方亮一些，这个地方暗一些，那我们这个地方多试几次。好，这个区域也要多试啊几次。这里露出一点小角，所以要把它画一下。像这种猫咪的这个脚爪就不要画的太明显了，啊，画的明显的没那么好看啊。现在第3遍啊，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还有这个身体这个部分，再稍微深一点，我们这个丝毛环节就结束啊。所以画黄颜色的猫的时间啊是比较长的。第4遍啊，再加深一下。盘子上的这个赭石颜色经常要加啊，用完了就要加。这个画有颜色的部分，这个笔啊压扁压的比较窄一些啊。对，这么宽就可以了，压这么窄啊。啊，这样的这个感觉是最好的。然后画几笔你就压一下，画几笔压，因为我们要加深，你这个笔不能压得太开了啊。而且我们用力的话，要比前面稍微用一点力，所以它画才会深。你看，这样会深下去嘛？它才会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不深，啊，它就比较毛就起来了。它合拢了不要紧，合拢你再压啊，这个不要紧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你看压得很窄，轻的，那里刷一些局部的凹进去的地方啊。
好，试到这个程度啊，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啊。耳朵再试一遍，有时候说结束了，总感觉还有哪些地方还要再画一下啊，这个都很正常的啊。对，我们要精益求精。好，画耳朵可以把纸调个方向。我现在给的都是比较近的镜头。它这有2撮毛是比较长的啊，要把它画出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不用那个外轮廓去框啊，这个地方不要去框啊，就让它松一些，这个地方松一些，更显得毛茸茸的感觉啊！不要用耳朵，不要用线去框死它啊，那就没必要了啊。我们画画的时候要善于这样去处理画面。好，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应该我们整个撕毛就结束啊。这个黄色的猫咪，我们看一下远景。好，大家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猫咪进行染色，拿出大号毛笔，湿水，把水刮掉，啊，就是留一部分水啊，大家看一下。把需要染色的地方的部位湿上水。注意啊，这个地方是可以出去一点点啊，可以出去一点点。注意我是怎么取水的，看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这个水太多了，所以不要这样啊，这样的点点水，刮一下。所以说为什么不提倡用羊毫笔去刷水，那个水太大了。所以这个笔它这个它这个尖毫这个搭配还是比较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拿出赭石，这么多就够了。那我换中号笔啊，换中号笔。也要刮点水，调淡赭石。刮水，从这个耳朵这个部位开始染，染色跟丝毛的手法几乎是动作是一样的啊，就这样染。好，镜头拉近啊，现在开始继续。头上面画啊，可以这样染，也可以把纸，你可以把纸倒过来啊，都可以。侧染、侧锋。取颜色啊，是这样的，看好啊，就是刚才调好的颜色，调好之后把水刮一下，刮一下，然后再染啊。这样就保证你的水不要太多了。好，再加颜色。每次取色啊，取完颜色之后去染，真染，感觉笔上面的颜色和水分变少了，你就可以再加一些。对，这就差不多了，然后再来加一些呢，调一些，然后把它刮一下。第一遍也是比较淡，这个水可以晕一点晕一点出界都没问题啊。好，接着我们是身体部分啊。
加颜料，加水，就是你调好了这个颜色啊，加进来，然后刮一下笔，不要对着纸刮，会这个笔颜色和水会溅到你的这个纸作品上去了。这个地方留白就不要去染，这个地方白一点，轻轻的染，这留点白，中间浅一点，下面深一点。这里又浅，这里又可以染，这里深浅深浅啊。你想浅一点，你就轻轻的；你想深一点，就稍微用点力。好，再来一个色。现在基本上第一遍我们已经染好了第一遍就可以了。第一遍颜色染好，然后再回来头部再回来头部这个区域，再加点赭石进来。观察注意观察，现在的赭石要比第一遍的赭石要深。第一遍是水多赭石少第二遍是赭石稍微多一点，在第一遍的基础上面你对比去看一下吧。赭石稍微多一些，水不变水还是那么多水，但是赭石变深了，可以对比看一下。取色也是一样也是取色，调好之后呢，刮下水，中号笔刮扁。好，再从头部开始再染一遍。小地方侧染明显变深了好，这时候我们把纸给它倒过来，朝这个方向朝后面这个方向染，让它更加的线条衔接，更自然。因为你反手的话很不习惯的。耳朵两边的耳朵再深一点，侧面侧面加点颜色，刮一下水，侧面再染。好，看这样的镜头是非常清楚的，几乎高清的。同样，我们这也是这样，先侧染，再平着因为这个距离就没有转弯的地方了，平染。侧染，好，这个头部的第二遍我们结束。现在是身体的这个第二遍，身体第二遍取色取点颜色。这里第二遍的墨比第一遍的墨色第二遍的颜色比第一遍的颜色明显就要深很多这个猫咪虽然是黄色的猫咪，但是你不能画的太火了，颜色
你用的太多了之后，它就变得很火，太过了，所以我们要浅浅的染，浅色。湿一遍水就可以了，不用多次湿水。如果说在画的过程之中，由于天气的原因干的比较快，你可以湿点水湿一点水，但是水要湿的很薄。中号笔非常好操作大号笔就太大了，小号笔就也不适合。小号笔的那个效率就比较低，效果没那么好，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用中号笔染色，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特别的这个顺手。好，再来处理尾巴，一样的，你第一遍是怎么染，第二遍也是怎么染。看这个地方深一些，这里有点留白，这里浅一些，轻一点轻一点带过来。好，轻一点带过来，让这个浅一些这里又稍微重一点，重也是很轻的，其实好，去了颜色，把这个部位染一下。这应该用小号笔去染的，这个先放一会儿。好，第二遍又搞定，第二遍搞定。现在我们要换笔了把这个笔换掉，换小号笔。小号笔拿出来。好，调赭石色，把那个赭石更多一点。然后我们要加墨进去加墨进来加墨进来赭石加墨，看到没有赭石加墨，这样去调就这个浓度就这个浓度就可以了。取色是一样的，也是把笔压扁压扁它，从头部开始。这个时候就不是通通染一遍只是把需要加深的地方染一下，比如说这个耳朵里面，染一下这边的耳朵侧染，不要把这个小白边去掉了，这个是故意留出来的这个染色一定要留点白，看到没有？这个浅色如果你没留出来也不要紧，到时候用白色提一下也可以不过最好是能够留出来能够把它留出来，说明你的水平那比较高了能够随心所欲的。画多了自然就可以熟能生巧。好，还是把笔给它倒过来还是把这个纸倒过来。这个纸倒过来因为你把反笔倒过去画的话，这样推的话还有点难度这个地方是比较暗的。好，还原。现在头部比刚才第一遍又深了很多了，再加点颜色，
可能我头发还要再染一遍的啊。这个猫要染4遍。耳朵这个眼睛角这个地方啊，多染一下。侧染，侧着染啊，这里。OK， 好，加刚才调好的这个颜色，加刚才调好的颜色，刮一下啊，刮，可以稍微用点力刮啊，刮少量水就够了，因为我这个地方是不能刮，会溅到纸面上去了，所以你们可以啊，把它只留一点墨，你看只留一点水和这个颜色就可以了。身体，这个时候我们再染这个。现在用小号笔去染的话，它可以不用全部染掉，可以留一些底在里面，这样显得过渡很自然，层次感更好。慢慢的往后扫，啊，这里又暗了一点啊，再来加一点啊，再加一点。再加点，再继续。好，我们来处理尾巴。好，现在给个全景啊，让你们整体观察啊，整体观察这个画面。近景看细节啊，中景看效果，远景的话看全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构图和它的一个展示。好，这是第2遍啊，第2遍我们就要完成啊。那么第3遍啊，第3遍我们就还要多加点墨进来，再多加点墨进来，多加点墨。你看，现在是已经很重的颜色啊。同样的压扁啊，压扁。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后一遍了。
好，倒过来。这一块颜色啊，里面是有深浅变化的，不是一整块黑的。像这些地方有些深浅变化，所以我们这里啊还可以再深一点，旁边深一点，深一点，中间浅一点。所以你这个地方必须用小号笔去处理。像这个地方啊，就需要借助丝毛笔啊，像这个必须借助丝毛笔来染。调淡一点。好，然后就是身体部分啊，对的，身体部分开始了。第3遍、第4遍都不是统统染，就是说一些地方有选择性的去染，要记住这一点。好，这个地方要染一下，小号笔，对，刚才的小号笔，调色压扁。好，这个地方稍微染一下，这个小边缘啊，这样可以侧着染，也可以。这个地方不能染的太整齐啊，你可以反着染也行。要把这种毛的那种毛渣渣的感觉啊画出来，那你就要侧锋画的，侧锋的，这样不要染得太整齐。这个地方最深，染了这个地方之后，你可以把笔放正了。这样抓着啊，这个抓着稍微染一下。
露出了一点小爪爪啊。OK， 好，现在我们这个第4遍搞定啊。我最后再加一个什么？加一个颜色啊，最后要加个颜色，加什么？鹅黄。这个笔要洗干净。调鹅黄色啊，那这个鹅黄色，鹅黄色要调在一个干净的盘子里面。调这个盘子里面，把这个小号笔要洗干净啊，换一支，这也是干净的。这样的话，画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多备2套笔啊，这样的话用起来比较顺手，确实是比较顺手的。觉得画画的话，2套笔其实非常的正常的啊，这个配比。一个是我们的初学者，或者是平时学的业余的这种，配用2套笔也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想往专业方面走，那你配3套笔都可以啊。你看啊，这样调鹅黄色，这个有点太深了，浅一点，浅你就多加水嘛，这个就变浅一些。同样也是把笔压扁啊，同样也是要把笔压扁的，老铁。压扁它啊，好，从头部开始啊，从头部开始，这个时候开始盖一遍，这边很重要，这边很重要，这边一上去颜色就出来了，整个画面就立马就更不一样了啊。其实画这种猫咪的诀窍啊，就在这里。这个朝这边刷，好，这边就往这边刷。再加点颜色啊，身体部分我们也刷一遍啊，再来给它刷一遍。那么这个地方是这样反着刷过来，让它衔接一下。好，再加点。好，再来加点，也比较压扁啊。取色跟前面的取色方式是一样的啊，就是我展示那个方式。取完颜色，我把水刮一下，不要太多啊。一张作品画完2到3天都是非常正常的啊。当你练的是比较熟练的话，你可以加快点速度。其实2到3天是非常正常的啊。
画慢有画慢的好处啊，画慢的话慢工出细活，画慢的话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观察、去琢磨，并不是画的越快就越好。你以后画熟练了，你可以加点速度。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2天画一张，最后你练熟了，2天可以画一张。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可以3天画一张，4天画一张也可以。速度这个画快画慢，最后根据你的这个熟练程度来定。其实我平时要是不直播教学的话，其实也最少2天画一张有时候3天有时候还有4、5天画一张，有时候不想画了，放在那儿做点别的事情然后过了2天，新鲜感又回来了，那可以又画一下，这样会保持一种状态嘛。好，这个是铺了一层这个铺了一层这个鹅黄色，还不够还要铺点水这么多水，再来调一点，最后来一遍所以说画这种猫咪就是要颜色比较多好，最后再来一遍。为什么再来一遍？因为我怕一吹干之后，这个黄色会变浅根据我的经验你刚才上的黄色变浅之后，几乎没效果了看不到效果了，所以我必须再加一遍。那么有同学会问，那你刚才第一遍为什么不染重一点呢？黄色染得更深一点最好不要最好不要这样，因为防止你画面要出现问题的话，你很难去，因为我们的颜色上去是很难被减掉的。我们这种画法适合做加法，不适合做减法这个要记住。你要把它画深了，你很难去，你几乎没有办法让它变浅，操作不了操作不了。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宁愿浅一些，多画几次。好，现在加了这个鹅黄色，整个画面这个猫咪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非常的高贵了，很漂亮。大家跟着一起画跟着这个节奏来画切勿操之过急撕不好毛的朋友们可以多练习，形先打准，先把形打准先把前面的猫咪课程好好的学好，撕毛染色这些问题先解决掉后面的话你越画越顺。像这个区域的画的比较松，不要再去画了，你画的太紧了就没有意思了那就国画那就拍照片了等于说是就是你要画的有点意境，有些地方不需要画你就别画这里出去一点让它有点金黄的边这种感觉特别好看。好像这种我们就基本上也是染完了染完就准备吹干它。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吹干的这个效果好，观察一下前后关系吹干和这个湿的效果的变化。
好，大家前后对比看一下啊，颜色就变浅了一些，但是这个黄色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度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染的太浅了，一吹就没有了，吹干之后就没有了啊。当你染第二遍的时候，吹干之后它就有。好，现在我们拿出这个丝毛笔画一些细节啊，画细节我们就用白色了，调出白色。调出白色，这个笔上的水不要太多啊，你可以用纸去吸水，用纸把水吸掉啊，吸掉它，然后再调白色，这个时候是干湿，因为白色本身它就有水里面，这个挤出来里面就有水，保湿的啊，那个是保湿的。好，在我们以前留的白这个地方啊，给它再强调一下。画弯的线条，不要画直的，是弯的线条。好，这里有几根线啊，这里有几根线，画一下。好，这个盘我就拿走。这个地方我们是反着画。画两遍啊，画两遍。我们取水的时候是点水啊，去用这个笔尖点点水就够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调白色，是这样调的。记住，我在之前有讲过，这样就保持你的笔上的水是适中的啊，不会太多的水。我们这个毛有的画长一些啊，长一点画长一些。我们这边的毛也可以画长一些。好，在这个区域啊，来加几根毛。这个地方的这个加的次数啊，根数不要太多，千万不要太多，因为我在一些学员的作业里面看到他们这个地方搞得太狠了，太过了，可能是画嗨了，知道吧？画完之后觉得收不住手了，觉得画的很漂亮啊，画嗨了就停不下来了，就画了这一圈全是白的。这有点抢镜头了，知道吧？我们画画一定要什么？要有主次。主次什么是主？这里这个地方是主要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尾巴第二、第三这么一个次序。如果你把这里面画那么亮，这里地方就非常的不舒服，画面显得不舒服啊。这个要提高这个画画的修养啊，不是什么都要去画啊。C 位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拍集体照啊，这个领导肯定是坐在中间的嘛，是不是？你不能说你站在领导的前面，挡住领导的脸啊，
那就不好了啊。画画也是这样，画画也有一个啊，这就是它的 C 位，我们这个地方重点表达啊，这些地方可以次要表达。看我挑了一点，但它绝不会说很跳啊，它有，但它不会很跳。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加一点啊，主次嘛，一幅画没有主次，这幅画就是失败的啊。在有些学员的作品里面啊，有些学员的背景，他就画的太耀眼了，太过了，颜色甚至于太蓝或者是太黑啊，太暗，都是啊不可取的啊。景物是配的啊，景物是配的，是衬托的，它是衬托作用，而不是主要的啊。在动物画里面是以动物画为主啊，在风景画里面是以风景画为主啊。小鸟可以是一个陪衬，动物画不一样，动物是一个很大的题材啊，所以它的在里面的重要性是占主要的一个地位。花鸟画是以花为主，鸟为辅啊，动物画就不一样了，动物画几乎是以动物为主了。好，把这个里面啊挑几根，你看我挑几根就够了，不用挑太多啊。画画就是一个取舍关系。什么是取舍？就是该要的你就拿下来啊，就要去画；不该要的你就要省略掉。这样你的画面才有主次关系、虚实关系、对比关系，你的画的品位的格调啊就会很高。否则的话，你的格调很低啊，你什么都画了啊，把话全部说清楚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啊。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画一个，也是画三根线啊，这里就加点小白啊，加点小白。好，这个地方的三根线画出来，一根、两根、三根啊，断断续续三根啊，稍微再重一点点。好，好，那么我们这张画啊，就基本上就完成了啊。好，可以。那么下一节课我们就把这个背景给它配上去啊。先看一下全景。好，我们下节课就开始画背景。